我坐在宋玉书左侧，眼睁睁看着他娴熟的拆卸包蟹肉，然后放在秘书的盘子里。宋玉书动作不停，唇角微微翘起。我突然明白，为什么会被这么重要的庆功宴会被安排在湖滨小饭庄了。可笑的是，我下午看见他发过来的位置时，心底是满满的甜蜜。我爱吃螃蟹，我居然还以为他是为了我选的，甚至还为此兴致勃勃地打扮了一番。身上的真丝连衣裙，颈间的翡翠项链，精致的发型和妆容，都在嘲笑我的自作多情。宋玉书大概是感觉到我的视线，转头正对上我的眼神。他有些慌乱。温瑶，你别多想，小蕊她前几天伤了手，她没怎么吃过螃蟹，我就顺手帮她包一只。我没说话，只是转动餐桌，把一大盘子螃蟹放在她面前。宋玉书疑惑地看着我，包螃蟹啊？我晃了晃手上的长指甲，含笑看他。我知道你只是顺手帮他包了只螃蟹，你看我也不方便，也顺手帮我包几只呗。温小姐，你别误会。宋佳蕊声音柔软，表情委屈又无辜。没关系的。我没忽视宋佳蕊眼里闪过的不甘，慢条斯理地说，一只螃蟹而已，又不是吃不起。你们宋总闲着也是闲着，就让他为我们大家服务好了。说完，我侧身叫助理，让他再去挑20只大闸蟹。玉书，你不会只服务宋助理一个人，忽略我们这一群吧？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反应。我挑眉睨着宋玉书，直到他认命般的放下筷子，拿起蟹八件，才端起酒杯，继续招呼大家。这一晚上，宋玉书一个人包了30多只螃蟹，2只手被扎了不知道多少个窟窿。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吃到了不止一只宋玉书亲手包的蟹，这才对嘛，怎么可以厚此薄彼呢？到家后，他举着红肿的手指，难得的向我撒娇。温瑶，你看看，我多听你的话。砰，门板贴着他的鼻尖，被我重重关上。脏东西！宋玉书自诩是重度洁癖，消毒喷雾不离身，空气质量不好的地方他不去。在家能吃饭喝水的地方只有餐厅，卧室里连水杯都不能放。他的餐具如果被别人摸过，要消毒。这个别人也包括我。他从不吃任何会弄脏手的东西，尤其厌恶虾蟹贝类。明明我最爱河鲜海鲜，却只能在他嫌弃的皱眉时，默默跟他一起吃无聊的白人饭。很多次，我想吃螃蟹，他冷着脸皱眉，那些东西只能算是海里的虫子罢了，看到就恶心。他说，我们没有必要强迫对方接受厌恶的事物。而现在，他不仅不厌恶那些虫子，还会用他那双碰到丁点脏污都要反复消毒的手，为别人剥下虫子的外壳，剪掉虫子的鳃，任由难以清除的腥气沾染他的手，也不在乎没消过毒的蟹壳刺破他的手指。拆蟹的动作专业又熟练，包好的蟹肉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。没拆过几十只螃蟹，想必是练不成这样的。黄酒在胃里翻腾，我想起他那张脸，那份螃蟹，就控制不住的特别想吐。我拿了瓶酸奶，窝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。这2年，我一直很忙，忙着拉投资，忙着挖人才，没完没了的工作电话，饭局上明枪暗箭互相试探。在宋玉书身上的精力很少，少到居然没有留意到，枕边人已经烂掉了。书房的门突然打开，宋玉书从里面冲出来，他步履匆匆，胡乱系着衬衫上的扣子。我拿着酸奶瓶在边脊上磕了几下，咚咚咚几声，他这才抬头看见沙发上的我，脚步只停顿了一瞬，紧接着语速飞快地对我说，小蕊胃肠炎犯了，我送她去医院，你早点休息。他像一阵风，嗖一下就消失了，腿脚真快，但是衣服扣子系歪了，看来是真的很急。毕竟平时他出门前是连袖口和领带的颜色都要认真搭配的。我突然想起我因阑尾炎手术住院时，他在电话里冷淡地对我说，护工比我照顾得更周到，医院里那么多病菌，我回家还要消毒。陪护这种行为只能算自我感动，实在没什么意义。原来不是不能，只是不配啊。刚刚还在想，是不是我也该反思一下自己的原因。这么一看，还是算了吧。我不打算做被人挑挑拣拣，权衡利弊之后才勉强留下的那一个。我起身，径直走进了宋玉书的书房。既然他不仁，那也怨不得我夺他的利。我就是睚眦必报，他让我不舒服，那他也别想好过。电脑屏幕还亮着，我随手点开微信，宋玉书和宋佳蕊的聊天记录很长很长，追溯到最早的时间，
是4年前，他是我招来给几个产品研究人员的生活助理。宋家蕊确实把工作干得很好，那几个人都对他赞不绝口。只不过他也同时照顾好了宋玉书，1份钱打2份工，真勤劳。宋玉书的态度也从婉拒到后来的欣然接受。他会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，跟宋家蕊一起去逛人挤人的网红夜市。宋家蕊在微信上叽叽喳喳地问他，炸猪排好不好吃？你看看是不是尝试过了，就发现超级美味。那家章鱼小丸子里全是面粉，没有一点章鱼，气死我了。炭烤生蚝，先掉眉毛，我没说错吧？宋总，男人就该多吃一点生蚝的，你信我。而那个耐心细致回复每一条信息，有求必应的宋玉书，我好像从来没见过。我想吃炸鸡，他说，一锅有几天都不换，里面全是致癌物，吃那种东西就是在找死。我想去网红夜市，他说，地上满是油污，乱七八糟的气味混合到一起，想想都恶心。有一次，我做了一盘蚝仔青瓜烙，他那顿晚饭一口没动，全程拧眉看着我，那表情活像在看人吃粪。等我放下筷子，他对我说，贝类的消化器官没办法完全清洗干净，吃这种东西就等于在吃排泄物。我一口气哽在喉咙，咽也不是，吐也不是。那之后的几天，他发来的信息我一条都没回。不知道他从哪学的土办法，弄了一个大箱子把自己装起来，送到我家，手里还捧着亲手为我做的贝壳型蛋糕。那天刚好遇上飞机晚点，我到家的时候奶油已经化了，宋玉书整个人被汗水打湿，脸上都泛着潮红，嘴唇也干燥脱皮。我又气又怕，如果不是约好的饭局临时散了，他明天就可以连人带箱子埋土里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在他面前再也没提起过那些他不喜欢的东西。现在看看，真可笑。那个连看一眼生蚝都嫌弃的人，后来会心甘情愿的把他最厌恶的东西咽下去。更可笑的是，他们逛夜市的时候，我刚做完阑尾炎手术，躺在医院里，他嫌医院脏，却可以毫无负担的沾染满身油烟。原来这顶绿帽子，我居然无知无觉的戴了这么久。从宋玉书的书房走出来的时候，我手上拿着他的电脑硬盘，书房里现在一片狼藉，全都被我一锤一锤砸得稀巴烂。反正楼下那套房一直没卖出去，不担心有人投诉我扰民。暴力虽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但解恨。书架上摆着宋家蕊做的陶瓷杯，砸；椅子上搭着宋家蕊手绣的毯子，捡；抽屉里放着宋家蕊送的果茶包，连抽屉一起捶碎；桌子上摆着的香薰，品味怪异的相框，画工稀烂的油画，粉嫩的鼠标垫，零零碎碎，每一样东西都在告诉我，这个我从不被允许进入的空间已经被别人入侵了。既然脏了，那我就不要了。整间书房被我还原成毛坯，果然顺眼多了。我拨通了闺蜜齐淼的电话，淼淼，帮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。齐淼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，只问我财产怎么分配。公司归我，留点现金给他，总的来算底线是要70%，财产清单我让助理等下发给你。这么便宜他？不像你的风格呀，温扒皮。还是他了解我，那30%我也不会让他剩下。我把他的电脑硬盘拆下来了，他的重要资料都在这里，做生意，谁身上没点把柄？先和他划清界限，再走下一步也不迟。齐淼冷笑一声，这还差不多，我还不知道你，他那么无聊的一个人，你都跟他过得下去，绝对是真爱了。你这大半夜想离婚，肯定是他做了什么猪狗不如的事。没事，男人嘛，有的是，换了他，姐妹给你兜底。这就是闺蜜给力的好处了。结婚前，齐淼甩给我一份非常周密的婚前协议，当时宋玉书看都没看，提笔就签。他眼神坚定地告诉我，温瑶，你放心，我最讨厌脏东西，所以有生之年，我绝对不会染指别人。想到这，我闭了闭眼。我曾经因为他的洁癖选择了他，我宁可忍受他的无趣毒舌毛病多，只为了赌，人不会违背自己的本能，去做最厌恶的事。我赌输了，原来洁癖这个东西也是可以为刺激让路的，苦涩和心痛都留在今夜。明天开始，我和宋玉书之间就只剩下博弈和厮杀。宋家蕊的微博和朋友圈整晚都没有一丝动静，我再三告诫自己，不要再去想那对恶心男女，但还是忍不住在脑海里描绘宋玉书悉心照料他的模样，越想越气。
恨不得给当初那个独自走进手术室的自己2巴掌。宋玉书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，吹着空调，向宋佳蕊抱怨我给他带来的压力。而我，一天飞2、3个城市，穿梭在机场和会议饭局之间，回来的时候还要洗过澡才能拥抱他。他却对宋佳蕊说，你不知道，今天温瑶回来的时候，身上衣服都被汗浸湿了，我总觉得他身上有股馊味。这些年，我以为的并肩奋斗，原来只是一场笑话。齐淼把整理好的离婚协议发了过来时，天已经大亮了。看来他也一晚没睡。姐妹能给你的支持，就是祝你今天签协议，明天去办证，加油，温总裁。我一觉醒来，已经到中午了。宋玉书没回来过，好可惜，真的很想看看他发现书房被砸烂，电脑被拆碎的时候，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但也没关系，以后他崩溃的时候多着呢。我带着离婚协议去公司，径直走向宋玉书的办公室。推开门，宋佳蕊正凑在宋玉书耳边，小声说着什么。宋玉书微微轻身，眼神里的温柔快要蔓延出来。他穿了一件藏蓝色衬衫，搭配银白的领带。身边的宋佳蕊则身着珍珠白真丝衬衫，藏蓝色短裙。好一对郎情妾意的职场情侣，我都有点磕他俩了。我用鞋跟敲了敲地面，当当2声。要不，我给你们俩搬张床？宋玉书直起腰身。胡说什么？阴阳怪气，像什么样子？像要离婚的样子呀。我一把将离婚协议拍在他胸前，而后坐到沙发上。宋佳蕊眼眶红红的。温小姐，我和宋总刚刚……我没打断他，挑眉等他解释。他抿着嘴眨巴几下眼睛，不说话了。如果你勇敢承认正在撬我墙角，我倒是会高看你几分。但是弄这副欲言又止的扭捏样子，真倒胃口。还是去做点本职工作吧，去给我泡杯咖啡。我赶狗似的挥了挥手。宋佳蕊用求助的眼神看着宋玉书，没得到想要的反应，气得小腰一拧，跺着脚扭出办公室。宋玉书这才找回他的声音。温瑶，小蕊她刚刚只是在和我商量送你生日礼物的事情，你侮辱她有些过分了。我嗤笑一声。宋玉书，我们在一起6年，你叫我温瑶，而那个西装裙短的能看见半个臀的秘书，你叫她小蕊。就连送我礼物你都跟她商量，是不是你回家几点洗澡，几点关灯，几点上厕所也要她来点头？宋玉书很不耐烦。温瑶，你嘴巴能不能别这么脏？我拖着下巴吊儿郎当的回复。不能。脏话咽下去，我就脏了自己。宋玉书锁紧了眉。你怎么这么偏激呢？我和小蕊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咖啡好了。宋佳蕊走进来，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。她递过来的那杯咖啡，杯壁有一点点细微的透明泡沫。我端着咖啡杯起身走到宋玉书身侧。好啊，现在我不偏激了。我相信你。宋玉书面色稍霁，还没来得及弯起的嘴角被我的下半句话定格在原地。那请你开始解释，身上衬衫哪来的？昨天睡在哪？我在医院动手术的时候，你又是跟谁去了？我想去，却被你嫌弃的网红夜市。宋佳蕊脸颊微红，看向宋玉书的眼睛都在放光。宋玉书低垂着眼，没说话。看来这解释在当事人面前是说不出口呀。我笑得玩味。签了离婚协议，你们2个不就能成双成对了吗？没必要再搭上我这么个群众演员吧。温瑶，你没必要这么阴阳怪气的。我和宋秘书从来没有任何亲密接触，你也是个女人，何必因为嫉妒去诋毁她？她向来清冷斯文。我曾经调侃，她是把那副标准的客气表情焊在脸上了。现在，她因为我对宋佳蕊言语冒犯，提高了音量，脸上还带着怒意。嫉妒，诋毁。我把咖啡杯递给宋玉书，来，喝了它。宋玉书疑惑地接过咖啡杯，递到嘴边。别喝。宋佳蕊扑了过来，滚烫的咖啡刚好全洒在他们2人身上。宋玉书一把撕开自己的衬衫，扣子崩落一地，白皙的腹部已经被烫得通红。宋佳蕊完全顾不上自己，手忙脚乱的在宋玉书的身上摸索。宋总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那咖啡不适合你喝。他丝毫没有躲避宋佳蕊放在他身上的那双手，只是眼神里带了一丝审视。你做了什么？我把那个咖啡杯拿起来把玩，刚刚就觉得眼熟，原来这个杯子和我昨天在书房里砸的那个是一对的。也没什么，他大概是往里面吐了点口水而已吧。宋玉书瞬间白了脸，捂着嘴干呕。
我把咖啡杯扔回到桌子上。哎呀，反应这么大做什么？互换唾液这种事，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做。温小姐，你别污蔑我。污蔑？我一巴掌抽在她脸上。我真的已经在尽量给你脸了，你怎么偏偏就是不要呢？我拽着她的手腕，把她甩到一边，拉下宋玉书捂着嘴的手，也送她一巴掌。这次力道更大，打得到我的手都隐隐作痛。宋玉书，别人剩的外卖好吃吗？夜市的双人杯饮料好喝吗？他家的床铺更软更舒适吗？宋玉书彻底慌了神。温瑶，你别误会，我就是想要练习接受你喜欢的那些东西，我真的和他什么事都没有。他眼神真挚，表情诚恳，我看得出他认为自己没说谎，这就更可笑了。宋玉书，如果我觉得我们夫妻生活不和谐，是不是也可以去外面找别人练习练习？我生病的时候，你说医院脏，他生病，你像个孝子贤孙一样伺候着，你还有脸说这是因为我？你在婚姻里精神出轨，已经够恶心了，真没想到你还可以更恶心。宋玉书苦笑着摇了摇头。温瑶，你何必这么刻薄呢？那次你和我冷战，小蕊告诉我，你爱吃的东西我都嫌弃，会让你伤心，我才请他帮忙，带我练习适应。我们真的没有任何过界的行为。他这情真意切的样子，倒显得我无理取闹似的了。宋佳蕊受不了了，她红着眼睛摔了那个杯子，扭头跑了出去。我摇了摇头，宋玉书，你连你自己都骗啊！他居然用为了我好，来作为他和别人行为亲密的理由。你自己蠢，还认为别人比你更蠢，是吗？我被气笑了。你用他送的预制菜外卖填饱肚子，忘了我在家做了一桌子菜等你吃饭的时候，是3年前。你跟他抱怨，说我回家先瘫在沙发上，要过半个小时才去洗澡的时候，脏的让你犯恶心的时候，也是3年前。而那次我们吵架，是2年前的事情。你是未卜先知才提前接触他的吗？宋玉书抿紧了唇，眼神有些闪躲。之前那都是工作上的接触。我随手抽出一个文件夹，劈头盖脸向他头上砸。工作？宋佳蕊以前的工作是别人的生活助理，他能和你谈个屁的工作？那几个研发人员个个都是单身，但是从没在工作场合以外联系过他。你呢？你在他家住过不知道多少个晚上。我现在看见你，就像看见了旱厕里的蛆虫，恶心的想吐。如果你还算个人，现在签了那份离婚协议，我们好聚好散。宋玉书挤步上前，想拉我的手，我反手一巴掌甩在他脸上。我说，签字。他两颊带着肿起来的指印，眼睛泛红，声音有些哽咽。温瑶，我不离婚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不能因为我偶尔和别人一起逛了几次街就不要我。和这种人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。宋玉书，我只给你1天时间，要么签字，我们好聚好散，要么不签，我去起诉，一样能跟你这个恶心东西离婚。宋玉书死活不肯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他也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来挽留我，只是死死拽着我的衣袖，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，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这行为和无赖有什么区别？我转身一脚踹在他最脆弱的地方，总算是成功让他松了手。宋玉书，别纠缠我了，我现在只要看见你的脸，就想起你面带笑容咽下的沾着别人口水的饭菜，你从里到外都脏透了。你到底哪来的脸说自己是洁癖的呢？你最应该嫌弃的不就是你自己吗？他站在我面前，微微颤抖着，试图把手伸向我，像个无助的孩子。这大概是他想表现出来的样子。可惜，身高187，快30岁的男人，有胆子犯错没胆子承认，实在是激不起我半点怜爱之情。我转身离去，留给他最后一句话：齐淼会重新发你一份离婚协议，我们明天民政局见。齐淼这个大忙人驱车300多公里过来找我吃饭，他一向看不上宋玉书，总跟我吐槽他这人是多又虚伪。我昨天没睡好，眼下有些青黑，脸色也有些苍白。齐淼一眼就看出我的憔悴，拍着桌子大骂宋玉书。我就说他是个假正经的，什么狗屁的高岭之花，我看他像烂在路边的狗尿台。攻击完宋玉书，他也没把我落下。你看看你，因为一个男人蔫成这样子，像双打了的老茄子似的。你的精气神呢？你的傲气呢？他宋玉书算个屁啊，一个不长眼的男人罢了，脏了就扔，腻了就换，犯得着你在这为他伤心，为他憔悴吗？男人果然不如姐妹。宋玉书和我东拉西扯好半天，又是训斥我又是求饶的，
他都没发现我今天气色差。齐淼嘴里骂着，手也没闲着，一会功夫给我包了几个虾仁推给我，新鲜海虾，刚下船的。我磨了一会，人家才同意帮忙加工，还有1斤多的梭子蟹，为了你能吃上一口新鲜的，我车里现在全是腥味。想到他那台宝贝的冰眉粉保时捷，我有点心疼。齐淼白了我一眼，哎呀，你看你，我随口说说而已，我又不是那个龟毛男人。我老家那再贵的车也一样要给老妈运大白菜和土豆子，这下更心疼了，那内饰加了不少钱呢。别扯车的事了，我可不光是给你送海鲜来的，晚上跟我一起住吧，你这人莽撞的很，万一打起来容易吃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他不死活就是不同意和你离婚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虽说起诉也不是不能离，但那流程可太长了，这期间你赚的钱可都还有他一半呢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我在你眼里这么不靠谱吗？你等着看就好了。宋玉书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声音控制不住的发颤。温瑶，你都做了什么我电脑硬盘呢？我看了一眼时间，凌晨4点。即使我已经明确表示要跟他离婚，他还是一整夜都没回家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也没回。放心，我什么都没看。只要你今天签了协议跟我离婚，我以后也永远都不会看。怎么样？电话那头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。原来他也会情绪失控啊。你别闹了，那个硬盘对我很重要，你拿在手里一点用都没有。再说，那是我的东西。他这个失态的样子让我很开心，这说明那个硬盘里确实有很重要的东西。宋玉书，起码现在我还是你的合法配偶，除了你的牙刷、袜子和内裤以外，你所有东西我都有一半的处置权。你有意见就报警吧。也不知道是因为愤怒还是什么别的原因，宋玉书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我笑得更开心了。上午9点，宋玉书阴沉着脸，和我一起拎着2本证进去，又一起拿着2本证出来。可能是放弃演戏了，他语气凉飕飕的。温瑶，你以为你离开我还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吗？可别做梦了。离了婚，你就是个脏了的二手货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不嫌弃小蕊，只嫌弃你？你每天一副女强人的样子，3天2头不在家，谁知道你在外面做些什么？你那些业务怎么谈下来的？懂的都懂。我从包里掏出一瓶眼药水滴在眼睛里，齐淼刚好走过来，瞪了宋玉书一眼后问我，怎么了这是？他把你气哭了？我摇摇头，看见脏东西了，赶紧洗洗眼睛。有的人自己是个猴，总觉得别人一样浑身毛，挺恶心的。温瑶，你说话怎么总是这么难听？我们这段婚姻到现在，难道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吗？你就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？我找了呀，我肯定是有错的。宋玉书面色缓和了几分，我错就错在瞎了眼，这么多年都把你当人看，万万没想到你压根就不想做人。齐淼指着宋玉书的鼻子破口大骂，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心的男人？你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成了精？他为什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？你怎么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？北极熊数量减少，全球海平面上升，我家二哈昨天便秘，你是不是都应该问问自己，这些是不是都算你的错？毕竟你还在这个世界喘气，就是天大的罪过。我拉着齐淼走的时候，他还扭着头跳脚大骂。齐淼，你没看着我，不是，你该不会还对这个玩意儿有什么不舍的情绪吧？我白了他一眼，怎么可能？我以前容忍他，是因为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。但是他所谓的洁癖既然有例外，那对我来说，这就是他因为自己的无能，在故意羞辱我。宋玉书以为只要离婚就能一笔勾销，这世上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事。宋玉书的硬盘里确实有不少秘密。我和齐淼坐在电脑前，看完那些资料后，对视了一眼。太可怕了。他口口声声嫌弃别人脏，原来他才是脏透了的那个。他本以为办完离婚，我就会把硬盘毁掉，或是物归原主。毕竟我对别人一向说话算话，但他不是人，所以面对他的暴怒，我无动于衷。他在电话的另一头发了狂，疯了似的向我怒吼，用极致污秽的词语对我进行言语攻击。我躺在斐济的海滩上，把电话往旁边一扔，往嘴里塞葡萄。见我不搭话，他又开始苦苦哀求，跟我讲述从前，打起了感情牌。温瑶，我们当初那么好，你说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了呢？这次我回应了，因为人和畜生不能通婚。齐淼拿着手机对我晃了晃，
我知道警察已经找到他的位置了。有些话你还是和办案人员说去吧。我拆他电脑的时候只是在想，那里面应该可以找到他的一些破绽或是把柄。没想到他硬盘里居然有他为大人物诱骗女大学生的证据。他可能是想把这些东西抓在手里，用来要挟别人。难怪他会怀疑我做了什么钱色交易。原来他自己才是那个做贼心虚的人。也难怪他那么重视那个宋佳蕊。他在中间帮忙穿针引线，很多女孩都是被他蒙骗过去，毁在他手里的。同伙关系自然是比寻常夫妻要更紧密一些。这个硬盘不管出现在哪，对他来说都是灭顶之灾。我本打算狠狠地报复他，让他回到当初刚认识我的时候那个一无所有的样子。但是现在他和宋佳蕊应该先在牢房里团聚。至于洁癖的人在连隐私都没有的牢房里怎么生存，那谁知道呢？度假归来，我闲来无事去看了一次宋佳蕊。我是真的很好奇，他为什么会对一个男人这么死心塌地？为他做三是道德问题，为他违法这就很离奇。宋佳蕊在狱中被检查出了肝癌，现在头发干枯，脸色发黄，也不再装可怜了。听到我的问题后，居然笑得有些张狂。为什么？为了钱啊，不然还能为了什么？我做小伏低那么长时间，不为了钱，难不成还能为了根肉棍子吗？那玩意哪找不到？我没学历，也没什么能力，能拿得出手的，除了做家务就是做饭，靠这些我什么时候才能混出头？我们做的很隐蔽，平时就连聊起这些事用的也都是暗号，没想到居然因为一丁点疏忽栽在你身上。但是温瑶，你也真够狠的。再怎么说你们也曾经是夫妻，他也不是真的爱我，你这么干脆的把他送进来受苦，就没有一点点不忍心吗？我没回他的话，让他自己想去呗，都进去了，这点事还想不通吗？就算我们关系和谐，他爱我如命，就冲他犯了法，我也不可能包庇他。再说被带进粪坑的梨，就算没掉在里面，也终归是恶心人的。至于宋玉书，他把我当傻子一样耍了这么多年，我总不能真的什么也不做。我把他入狱的消息告诉了那些女孩，又找了些关系，把宋玉书和一群癖好特殊的人关在一起，然后告诉那些人宋玉书犯下的罪行。这不算违法乱纪，这只是尊重犯人的一些合理需求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会把他的惨相给气愤难平的女孩们看一看，就当隔空养了个电子宠物，每次都能看到他身上崭新的伤疤。伤口是可以愈合的，心里的郁气也是可以消解的。尽管最后会留下疤痕，但既然日子还照样要过，那看见罪魁祸首遭到报应，还是对压抑的心情有一些帮助。宋玉书都在重复咒骂、痛哭求饶的状态，这一定是他自己的问题，跟别人做什么无关。那些人只是很友善的和他交流几次，他们又有什么错呢？可惜的是，他还是没等到属于我个人的报复，死于职场异物入侵引起的心脏骤停。他父母嫌他丢人，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子。我一向心软，主动接手了他的葬礼，带着几个渐渐开朗起来的女孩一起，精挑细选了一个最臭的旱厕，一把一把将骨灰撒了进去。本来齐淼还计划要每人吐一口唾沫，但是条件实在不允许，这位太冲了，熏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，只能衷心的希望他能喜欢这个归宿吧。至于我，就只能带着即将上市的公司和齐淼一起享受世间美好了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